为什么全网都觉得肖战和旗下的适配度最高呢？假如十日中烟最终官宣肖战，是因为他的演技还是他的商业价值？首先，十日中烟的旗下是一个需要超高智商的脑力王者，而肖战从魏无羡到顾一野，最擅长的就是演出角色的脑性感。他总是能用眼神和微表情让观众读到角色复杂的心理活动，这种能力正是晋江大 IP 改编最需要的灵魂。这几天大家也总提他19年在《陈情令》里边封神的晋江式演技。那什么叫晋江式演技呢？说白了就是能把小说里大段的心理描述不用旁白，光靠演技就给演出来。当年肖战的魏无羡，穷奇到雨夜那个回眸，不夜天跳崖时的癫狂与绝望，根本就是把小说里的心理描写直接演成了 4K 影像。而且他不只是演一个瞬间，他是给角色画出了一条完整的人生线。梦中的那片海里面的肖春生，从青年到中年，连走路的姿态、眼神里的光都不一样了。这种对角色生命轨迹的细腻雕琢，再碰上旗下这种层次丰富、不断成长的角色，简直就是精准打击，适配度能不高吗？但是光有演技就够了吗？还真不是，这就不得不提他点石成金的商业价值了。对于十日中烟这样的大制作，尤其是可能涉及到大量特效和复杂场景的剧集，投资方需要考虑的绝不仅仅是谁演得好这么简单，更是要谁能保证这部剧不亏本，甚至能赚大米儿。而肖战呢，简直就是资方眼中的定心丸和财富密码。他主演的剧集未播先火，招商阶段就能回本，他代言的商品也是动不动就卖断货，甚至连他拍戏的取景地都能作为打卡的热点。这种点石成金的体制，对于十日中烟这样的剧组来说真的太需要了，相当于上了双保险。但是比起流量，他更聪明的是用作品养流量的长期主义。就拿2年磨一剑的《藏海传》来说，这种沉淀让他的每次出现都带着重磅炸弹的效果，所以就得到了现在业内看肖战早已超越普通流量范畴。肖战也是少有的能把晋江式演技、顶流号召力、精品剧把控力拧成一股绳儿的演员。不过啊，朋友们，以上都是我的观点，具体肖战他演不演、接不接这个剧本呢，咱们还得等官方消息。那你们觉得肖战和旗下是不是真的天选？盘了那么多期《藏海传》的剧情细节，这一期我想专门说一下肖战。以前是演员吃人设红利，现在有了人设吃演员红利。跟老头爆改大用魅魔，是肖战为藏海复魅了。之前看《盗墓笔记》都会吐槽汪藏海这个阴险老登太坏了，心机深沉，只为长生，闲着没事设计这么多复杂机关。但是看了《藏海传》后再看盗笔，汪藏海老师的风评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一群盗墓的凭啥说造墓的是反派？他不就是小长生吗？绑个唐僧给他都行。之前大家嘴里的老妖怪变成了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原因就是演员肖战演出了藏海的魂，赋予了藏海最大的魅力。虽然看了很多影视作品，但还是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高贵的身份、没钱没权，甚至没有武力值的男主如何赢得女主和大家的喜爱。而这些我们从藏海身上都找到了答案。藏海没有钱对吧？但藏海通过一些细节设计，让我们看到了他对金钱的态度。面对亲密的师傅和有钱的香老板，他表现出小小的财迷样，但当面对小芝这样的无辜女孩时，他又会不假思索一掷千金赎她。当官后面对送礼，他表面表现的不胜惶恐，背地里又巧妙的将这些礼物变成粮食，以侯爷的名义施诸百姓，借机取信于平清侯。当陷入恋爱时，他又卖房也不愿意去跟香老板低头。这些对金钱截然不同的态度，让藏海的人物性格更加鲜活。藏海也没啥社会地位，他刚进京城时就是一介平民，为了报仇，他对平清侯曲意讨好。但无论是下跪还是低头，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受到藏海的文人风骨，以及一番讨好中盖不住的一丝恨意。尤其是当他在平清侯的地下室发现自己父母的人皮俑后，那一刻的藏海是真的是不顾一切想要杀了平清侯的。于是他将父亲生前所做的暗器放在香炉中，亲手为侯爷递上会触发机关的香。前一秒恭恭敬敬，下一秒眼底的恨意便藏不住了。而当看到平清侯安然无事后，藏海也是反应迅速，说了很多吉祥话。此香内灌有金丝，燃香为火，火克金，可消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望先侯有灵，消灾降福，坐镇门庭。家宅兴旺啊！肖战在出演这段的时候，一系列的眼神变化真的是拿捏相当到位。藏海没有权力，但他玩弄这些权力的人如同蝼蚁。平清侯在藏海面前拥有绝对的优势，肖战用反客为主的表演，从精神上一步步引导压迫，逐渐控制着平清侯的内心。而无论是面对曹敬贤、赵炳文、永荣王爷还是皇帝，藏海在每个人面前都有不同的一面。正是因为肖战这种有层次的表演，让一个猴一个身法的说法具象化了。更绝的是，内娱已经很久没见过不会武功的男主了，但肖战并
并没有因为不会武功让男主魅力值狂掉，反而让藏海这个角色更加落地。虽然藏大人不练武，但藏海白天打几份工，晚上挖地道，主修堪舆与纵横术，辅修药理、毒理学、射击、游泳、珠宝设计与制造等多个专业，8块腹肌便是藏海大人不懈努力的证明，当然也是肖战的努力。其实肖战所有的动作表演，包括下木下水，去各个地方偷偷摸摸找这找那，还有连滚带爬的打戏，风格都是很利索的。你会相信，虽然气氛紧张，但他熟练，遇见变化也能随机应变，反而让人看到了藏海可爱的一面。难怪大家都说汪家人真的诡计多端，千年之后找了一个最好的导演和最好的演员，拍了自己的传奇传记。演员成就角色，角色反哺演员。我们在藏海和肖战身上，比你优秀的人还在比你努力，说的可能就是肖战吧。一直在工作，也不知道歇着，谍报上不封顶，要不9月底，要不10月初就杀青了。然后肖战的工作就开启无缝衔接模式，网传10月份肖战就会进小城良方的剧组，一部和医疗有关的电视剧。原著小说呢叫《飞刀》，很可惜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大致看了一下这个电视剧的简介。3甲医院的主治医生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回到家乡之后呢，从零开始，在一个偏远小城的医院里做急诊工作，不仅要配合千奇百怪的同事们，还得处理各种奇葩的患者。所以我感觉这部电视剧的主基调呢，可能是荒诞加温馨。因为肖战扮演的这个刘大夫呢，在治愈患者的同时，也会被患者所治愈。虽然说咱们都没看过，但我盲猜一波啊。如果说这剧的剧情和演员的演技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我猜这剧大概率会对标《请回答1988》或者是《深夜食堂》，就是日版的那个《深夜食堂》啊，不是咱黄老师演的那个啊，就是那种通过一个又一个温馨的故事，折射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当然了啊，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信息我都是根据网上传的那些消息盲猜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一切咱们还得以官方的官宣为主。我呢，只不过是作为藏大人的粉丝，对肖战的下一部作品进行了一个提前的预判而已。如果说小城良方真跟我说的一样，是一部特别治愈的剧，那么以后大家吃饭的时候又会多了一部电子榨菜了。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入围了2025年第21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这个事情啊，咱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说这是中国武侠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聊的话题。对，那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它是如何通过武侠文化来连接中外的吧。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入围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哦，这是徐克导演、肖战主演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它是代表了中国的武侠文化第一次被国际主流电影节提名最高奖项，所以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这个《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它究竟是凭什么能够在国际上面获得这么多的认可呢？这个就要得益于他的很多方面的非常卓越的表现了。比如说他是用了徐克导演自己独创的 3D 武侠摄影技术，就是他在襄阳城头那一场百人混战的那个长镜头，真的是让你觉得身临其境，就你好像真的在那个武侠世界里面去感受他们的刀光剑影。然后包括他的配乐是谭盾做的，他是把蒙古的长调跟交响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又有一种非常壮烈的那种情怀在里面。对，整个的观影体验是非常震撼的，听起来就觉得是一个视听盛宴。不光如此啊，就是肖战他为了演这个郭靖，他是学了马术，然后学了蒙古的方言，他也把这个角色从少年的那种爽朗到后面他成为一个大侠的那种坚毅，他的情感的层次也表现得非常的好。包括他这个故事本身，他的这个主题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这种精神，其实是打动了全球的观众的。你看在非洲的乌干达，他们都在为这个大宋的命运而揪心，在巴西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在自发的去模仿这个抱拳礼，在日本他们也把郭靖称为东方的亚瑟王，包括在法国和德国的艺术院线，它的上座率也达到了 82%， 它的全球的流媒体的播放量首周也突破了500万次。所以这些数据其实都证明了它的影响力，包括纽约时报也说它重新定义了东方英雄主义，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特别肯定了它促进了跨文化的理解，就是它的这种传播力和它的这个意义。那你觉得这个《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它在国内的表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出海有什么启发呢？它其实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是遇到了一些排片的压制，还有一些恶意的差评的，但是他的团队就是一直坚持用作品说话，然后最后他还是靠自己的口碑逆转了这个局势。包括他这次能够让中国的武侠时隔16年之后重新站在国际的主流奖项上面，其实评委会也说他是用东方的美学诠释了人类共通的英雄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你只有用实力才能够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我觉得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就是这个《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它其实不仅仅是一部武侠电影，它更是一次中国文化的出海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实践。他用东方的美学和普世的价值观征服了世界，让世界听到了东方的声音。